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阿冷的书房，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阿冷。金钱很重要，但金钱并非万能。尽管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多么希望我们相信这个迷思，金钱只是一种工具，让我们能够设计并过上对我们有意义的生活。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与你分享12个我最喜欢的史考特·加洛威 （Scott Galloway） 的盖洛威教授的人生经济学 The Algebra of Happiness 中的核心观点。教训一：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你的伴侣。认识到你一生中会做出的最重要决定是你选择与水共度余生，它不是我们选择在哪里生活，我们决定追求什么职业，甚至不是我们的朋友是谁，而是我们选择与水共度余生。当你可以与一个你爱且也爱你的人一起建立生活时，你将获得充满知足和喜悦的生活。然而，如果你与一个不稳定或蔑视你的人分享生活，知足和喜悦甚至不会出现在你的词汇中。所以，如果你正处于寻找合适伴侣的人生阶段，请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将对你的人生满意度产生最大的影响之一。但大问题是如何？这也是我在约会市场时的世纪难题。史考特推荐了几个秘诀：找到一个喜欢你的人，喜欢你，喜欢真实的你，喜欢你所有的怪癖、奇特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对此，我可以亲身证明，没有什么比你的爱得到回报更棒的感觉了。当我们可以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时，我们都会感到满足。找到一个在所有人和所有事物之上选择你的人，找到一个你身体上被吸引的人，这个不需要解释。找到一个与你价值观一致的人，尤其是在热情、价值观和金钱方面。金钱尤其重要，因为它一再成为婚姻压力和紧张的头号来源。总而言之，不要轻率地决定你选择与谁共度余生，要有目的性。如果你想要一个快速决策框架，请遵循德瑞克·西弗斯 Derek Sivers 的建议。如果他不是，太棒了，那就直接是不。教训2：一旦找到伴侣，请坚守婚姻。一旦你找到了你的生活伴侣，请在一起。如果你结婚了，请保持婚姻。这不仅仅是出于情感或心理原因，分离和离婚是任何人可能面临的最痛苦的人生经历之一。此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在一起对你最有利。一旦结婚，你的家庭净值平均每年增长 14%。因此，已婚夫妇在达到50多岁时，平均拥有的资产是单身同龄人的3倍。健康的婚姻带来额外的收入、规模经济和安全感。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深陷其中人来说，知道维持和培养关系有多么困难。曾经历过痛苦离婚的史考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用技巧。不要计分，婚姻不是50%，不应该有计分卡。有些事情我们应该衡量，但婚姻不应该是其中之一，这会削弱彼此付出的真正乐趣。做事情为你的伴侣，仅仅因为你爱他们和关心他们。不要让你的伴侣受冻或挨饿。当我们又冷又饿时，我们无法展现最好的自己。更糟的是，当我们两者兼有时，你听说过恶怒 hangry 这个词吗？尽可能多地表达爱意和渴望，透过爱意和触摸向你的伴侣表达他们是被渴望和被需要的。不感到被渴望的人更容易感到不安全，这可能会螺旋式发展成破坏关系的行为，冷漠和蔑视。我愿意 I do 意味着我会关心、陪护、滋养和渴望你。教训3：不要追随你的热情。让我们转向一些关于金钱和财富的教训。不要追随你的热情。金钱买不到幸福这句陈词滥调是正确的，但仅在特定情境下。如果你有屋顶遮盖，肚子里有热食，并且生活水准相当不错，金钱对你的幸福帮助有限。然而，如果你只是勉强过活，更多的金钱绝对可以带给你更多幸福，因为金钱带给你安全感、额外的选择，以及最重要的是更大的自由。此外，你不能低估金钱在幸福中的作用，因为有钱的生活明显比没有钱的生活更好和更容易。那么，如何获得更多的钱呢？史考特这位白手起家、事业有成的连环创业者对此有一些很好的建议。与大多数非常成功的人会说的相反，
他却说不要追随你的热情。那些告诉你追随热情的人已经很有钱了。相反，他建议我们找到我们擅长的事情，并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让自己变得非常优秀，忘记热情、进步、精通和成功才是重要的，然后金钱就会随之而来。此外，如果热情对你很重要，当你擅长某事时，它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公司在某件事上表现出色所带来的情感和财务回报，会让你对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充满热情。例如，成为一名税务律师，可能听起来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工作，但如果你非常擅长，你的同事钦佩你，因为你是专家，并且你赚了很多钱，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对此产生热情。总而言之，如果你想赚钱，忘记热情，去追求精通一个人们愿意付钱给你去做得非常好的领域，但如果你认真对待累积财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丰厚的薪水。教训4：股权等于财富。股权等于财富。虽然一份不错的薪水是累积财富的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它不能就此止步。你不能仅仅靠你的薪水来建立持久的财富，并实现财务独立。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一旦你能够去将你的薪水转换成股权，因为财富在股权中。当你看着所有拥有财富的人时，他们拥有财富并持续增长财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资产的股权、上市公司股票、房地产或私营公司。这里有几个提示：在投资股票、市场等资产时，目标是始终保持在市场中，因为大多数人，包括你自己，都不够聪明去择时进出市场。此外，尽可能多地分散投资，在一个资产类别内跨资产类别甚至跨国家进行分散。如果你花足够多的钱，不是花在愚蠢的事情上，而是花在购买资产上，你将会达到一个点，即这些资产的被动收入将足以支付你的生活开支。如果你达到了那个点，恭喜你，你现在就是世界其他地方所称的有钱人。富人的定义是被动收入大于你的开支。教训5：无聊及性感。无聊及性感，让我们多谈一点资产。如果你在网上搜索要购买的最佳资产，要购买股权的最佳公司，以及增长我们净值的最佳投资，你将会被一系列的选择轰炸，从听起来很酷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它仍然听起来很酷的选项：元宇宙房地产、AI 驱动的对冲基金、颠覆性科技 ETF 等。我说，忽略几乎所有这些，我想史考特也会这么说。史考特在科技界担任创始人和投资者多年，所以我相信他比我更了解这些投资，但连他也谈到我们必须小心。我尽量避免投资任何听起来有点酷的东西，所以拥抱无聊。对我来说，我最喜欢、最无聊但最有效的资产是低成本的广泛市场指数基金，它们是你可以得到的最普通的东西。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一个复杂的投资者。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它们有效，它们可以建立财富。对我来说，这就是该死的性感。好了，你说你明白了，你了解投资中无聊的力量，但如果你在预算中难以找到钱进行投资，怎么办？教训6：花钱时要像死亡临近一样。花钱时要像死亡临近一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病态，但如果说有什么能动摇每个人的观点，那就是死亡。当我们近距离接触死亡时，我们开始问一些深刻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过着让我自豪的生活吗？我花钱的方式反映了我的价值观吗？因此，行销人员讨厌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接近死亡，他们有洞察力。他们不会把钱花在酷炫的小玩意和花哨的玩具上，而是把钱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体验、给予和与他们所爱的人共度的时间。总之，他们变得恐惧，且明显地不那么愚蠢，拒绝在年轻人希望让自己感觉更有吸引力或更有权势的高利润产品上花钱。所以，无论这个教训听起来多么病态，强迫自己从死亡临近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然后相应地花钱，你会对你自己的消费习惯感到惊讶。教训7：把简单的事情做对。把简单的事情做对，
史考特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学生上课迟到，他把他赶了出去。随后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因为电子邮件交流被转发给了媒体。显然，这个学生认为被赶出去太苛刻了，因为他同时旁听了好几门其他课程，并且不知道加洛威教授关于迟到的政策。史考特完全不同意，他认为这个学生的优越感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完全缺乏任何基本的礼貌。许多人相信你需要一些特殊的、上天赋予的技能或才能，才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240的智商，在4分钟内跑完1英里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的特殊天赋。然而，事实是，如果你持续地把基本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做对，你会比大多数人做得好得多，而且这些都不需要任何特殊才能。提早出现，有良好的礼貌并跟进。这里的教训很简单，不要像我一样当个白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教训8：少喝酒。另一个可以大大提升你生活的非常基本的习惯是少喝酒，或者我会说完全不喝酒。它不仅昂贵，比水贵得多，而且它不提供任何身体或情感上的好处。哈佛医学院的大型研究是关于幸福的最大规模研究，追踪了300名19岁的男性，长达75年。他们想知道幸福的最大预测因素是什么，但他们也想知道导致不幸的最大因素是什么。结果非常清楚，一个男人生活中某种东西的存在，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预测不幸酒精。没错，酒精导致了更多的婚姻失败、事业失败和人生失败。正如持续的把基本简单的事情做对可以让你前进一样，你生活中过多的酒精会拖你的后腿，或者更糟的是，把你扔进一个你永远无法爬出的黑暗深渊。你的人生太宝贵了，不要冒那个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查理·蒙格 （Charlie Munger）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说过，聪明人只有3种方法：会破产、酒、女人和杠杆。所以，如果你喝酒，请适度饮酒；或者，如果你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可衡量的快乐，就彻底将它从你的生活中剔除。你的钱包和你的未来会感谢你。教训9：无条件的去爱。无条件的去爱。史考特在他的生活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创立了几家非常成功的公司，为他赚了很多钱。这位纽约大学 NYU 的行销学教授，他教导了数千名学生，并被公认为是他领域内外最具影响力和备受尊敬的教育家之一。鉴于他巨大的成功，然而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发现，最有趣的是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之高。尽管他取得了成就，赚了多少钱，以及在他的职业生活中做了多少事情，他认为你可以在生活中做出的最大投资之一是什么？有一个真理，我几乎100%确定，你会从你的投资中找到的不仅仅是回报，还有奖励。剧透警告，是爱。没错，不是金钱、地位或成就，而是爱。当我们选择去爱，去给予而不求回报，去无条件的去爱时，我们将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所以，让我们今天就努力花一些时间与我们的家人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有意识的去爱，拥抱他们，珍惜他们，用无条件的爱浇灌他们。对于我们物种、地球和宇宙来说，最重要的进步行为是无条件的爱。教训10：爱一个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但这种爱的行为不应该仅限于我们的家人，这引导我们来到下一个教训：爱一个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当史考特年轻时，他的父母离婚了。他从过住美国梦，在拉古纳盖尔海滩附近有房子，父母都在身边的生活，变成在2栋房子之间奔波，2栋房子都不在海滩附近。随之而来的是他生命中出现了一堆其他的成年人，一个新的继父，父亲的新女友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接纳了他，引导他，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他们填补了痛苦离婚留下的空隙，这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新的成年人之一 Linda 史考特的新继母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史考特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他却是他爱的接受者。他会为他烤美味的巴克盐饼前 Bucky Cookies， 花生酱包覆在黑巧克力中。如果日程安排让他无法见到他，他会将它们单独用铝箔纸包起来邮寄给他。甚至当他生下自己的孩子时，当史考特去医院看望他，看他的同父异母妹妹时，琳达给了他一份礼物，一件睡衣，上面印着一只巴吉杜猎犬的图案，下面写着我是特别的。琳达花时间为他买睡衣，以确保他知道他仍然爱他。照顾我们自己的后代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会为了保护他们的后代而牺牲生命。然而，照顾那些不是我们自己后代的人是独特的，这使我们成为人类，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都不同。关心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的福祉的能力，使我们得以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并将在未来继续如此。所以，当你在生活中找到成功时，请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透过指导和教练来回馈社会，培养对下一代福祉的热情，即使是那些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照顾那些与您没有生物学关系的人，是推动物种前进的最高尚的合作形式之一。教训11：给予某人一个好的死亡。给予某人一个好的死亡。在史考特读研的第2年，他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侵袭性乳腺癌。当史考特回家看他时，他发现他穿着浴袍躺在沙发上，身体扭曲，对着垃圾桶呕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保险不足，而且我没有任何医生方面的联系人。我感到一阵情绪涌上心头，但最主要的是，我希望我有更多的金钱和影响力。史考特会和他一起住在一个成人社区7个月，管理他的医疗保健，晚上和他一起看《欢乐一家亲》、Frasier 和危险边缘 Jeopardy。尽管当时他没有大量的财富，他仍然能够给予他一个好的死亡，在他生命的尽头为他提供安慰。尽管这听起来很病态，我现在经常思考我年迈的父母的死亡。这不是说我希望他们去世，不，而是当那个时刻来临时，我会处于什么状态。现在我40多岁了，我看过很多死亡，朋友的父母、亲戚，其中一些，正如一些人会归类为好的死亡，被所爱的人包围，安详地离去，但有些却是非常痛苦的。人们没有专注于爱，而是将宝贵的精力花在金钱和未解决的紧张关系上。这是我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金钱或拥有足够的金钱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是如此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当时间到来时，我希望金钱是我们最后才想到的事情。我想专注于表达爱，共度宝贵的时刻和给予一个好的死亡。但要达到那个目标，我现在就必须努力。所以，请把我们的财务整理好，各位。教训12：目标是在死亡时被爱包围。目标是在死亡时被爱包围。正如我想给予某人一个好的死亡一样，我也想拥有一个好的死亡，那就是在死亡时被爱包围。你在哪里死去，以及在你生命结束时，谁在你身边，是你人生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强烈信号。对史考特来说，如果你在家中死去，被爱你的人包围，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此，我深表赞同。爱和关系才是最终目的，而不是金钱、地位或成就。研究证明了这个事实，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很有可能验证了这一点。所以请记住这一点，让我们努力建立我们的事业和财富，但不要忘记这一切的目的。专业和财务上的成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非常感谢您收听阿冷的书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 comment、like、subscribe。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见。